其实我一直想问你有关出体的事情。那你快问呢，抓紧机会。他就，我又说不出口，就是，就一开始不对，你应该是聊过的，但其实我就是因为听的比较杂嘛，就一开始什么机缘巧合出体了，然后每次就是什么样的频率出体啊？哦，什么样的频率出体？就比如说每天都出吗？还是想出就出吗？还是怎么样？就是最开始是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是靠自己去出体的，就是有时候睡午觉的时候自然就出体了，然后这个频率就比较低，因为我没有那种意识到它是出体的这个东西，对这个过程其实没有专业的一个了解，它就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类似于你能量很充足的时候，它会自己出体，或者说可能当天的这个精神状态啊，或者说身体啊，它就比较想出去吧，然后就偶尔会出一两次。然后上大学之后，就是对这个有系统的了解之后，就是在最开始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出的次数比较多，可能一天好几次都可能有。然后到后面的话就是出的比较少，可能1个月出一次或者更少吧。但其实我一直有这个出去的能力，所以就是也是想出就出嘛。现在就是可以自我控制了。对对。那个我看就是最新的一个，对最新的一个评论嘛，就是也有说到，包括很多人评论都会说到出体会耗元气啊、耗元神啊，或者说比较危险，这种你怎么看呢？我觉得主要看，之前也聊到过，就是说如果出体对你的精神状态或者说你的个人身体啊心灵有影响的话，就是你自己判断它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吧。如果你觉得出体之后让自己感觉到更好，我觉得可以出，但是如果你感觉到有不好不舒服，那你就不要出呗。主要取决于你自己的身体状态还有你的精神状态吧。就是危险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大的，但是也可能有，因为有比较这种危险的言论会说这个出体可能会被夺舍呀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这种概率太小了吧。或者说被夺舍的它其实有一个基础前提，就是说你的精神或者说你的身体是非常差劲的状态下，我觉得才可能发生的。如果你是一个精神和身体都比较健康良好的状态，我觉得就算有人想夺舍，他也很难夺得掉吧。因为当你感觉到危险的时候，你想回到自己的身体里面其实是很快的，瞬间就可以完成。而且你跟你的身体其实是保持着连接的，并不是说像你从家里面出门去，家里面空空的，并不是这样的。它其实是就是身体跟这个灵魂还是有连接的，我觉得没有就是危不危险其实取决于你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的水平吧，我觉得你自己来判断，对，看你身体好不好，精神好不好。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危险，也不是危险嘛，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平时看一个什么杂七杂八的东西都很耗神的情况下，因为之前有做那个清醒梦嘛，就最早的时候我是看了一本清醒梦的书，然后我就叫什么30天 Lucid Dream 30 Days Lucid Dream， 然后我只看到第3天，
我其实第一天就已经清醒梦了，就是第二天、第三天都跟着做。但是我发觉，一个练清醒梦的时候，首先你身体得非常好，然后它其实你刻意的去练的时候，你需要早一点醒，这个就会影响你的睡眠。当然就是你后面自我操控的这种情况多了之后，不太会影响睡眠。但是毕竟清醒梦就是你还要记住你的各种梦，其实它也是耗脑的。就对我来说，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神比较弱的情况下，对我来说挺烧的。包括就是记住梦对我来说也很烧。可能我觉得身体健康的人不是很了解这种情况。这个肯定是要费一些脑子的。对，就是你需要去在清醒梦的状态去记下很多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从临界去拷到你的大脑里边。这其实跟学习很像，就是也是一个用脑的活动。对，但是就是如果就是你有合适的去休息，去控制这个频率，我觉得就跟你上学一样的嘛，就是你只要注意休息，其实也没什么，我觉得。你主要是一个能补回来，能有这个身体的平衡。对，就是要平衡。但是我就是我之前在因为他们说鬼压床或者说清醒梦很容易出体嘛，但是我都试过很多次，我都不是出体。就是哪怕比如说我飘起来了，我在房间里飘起来，我回头看到我自己，然后呢，我去找隔壁房间的一个什么东西把它记下来，然后第二天我发觉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对的，然后我就知道我没有真正出体。出体它其实是出到很多不同的维度嘛。对啊，那一开始验证自己有没有出体，我看的一本书，它主要是告诉你，甚至它需要2个人配合，但是我一个人嘛，他就是说，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房间，在自己枕头下面一张小白纸上写上一个内容，然后这个出体的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出来之后要去看他这个枕头下面写的什么内容，如果是对的话，就说明你出体成功了。然后我每次出来先想验证我周围房间里面的东西对不对的时候，我发觉我先看一眼，然后再回来再看第二眼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变了，说明我还是在做梦，不是在出体。对，就是你在你的观念里面，你就是把出体到就是我之前讲的那个3.5维的世界当作是出体的全部，但是在我的观点里面，我认为这只是出体的一个维度而已，就是对，我明白你什么意思。那你这样子的话，你的那我还是有点往唯物那个靠嘛，因为如果这样说的话，我所有的清醒梦那都算出体了。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清醒梦也是出体，因为它们本质都是你的灵体去到另外一个维度，或者说去到另外一个空间层次。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连接到另外一个维度，和另外一个灵体有连接了，或者世界，那这个世界应该不太容易因为你的意识而转化吧？就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外星人，然后你想着说把它变成一个面包，它就应该不会说是因为你的意识而变吧？因为它本来就是还是外星人的那个形象嘛。就是你可能去到很多地方，你的意识改变了，然后它也会改变，就是说明你出体到的那个维度它比较私人了，可能是你自己的一个临界，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维度。对啊，
啊，那我明白了，就是啊，你是认为出体是一个更广的这个定义。啊，对，就是说，你可能出体到不同人的维度里面，或者说可能只有很多人，或者说很少人的一个维度里面。就是人越多的话，他可能就是很多维度去参与这个环境的打造嘛，所以他就更难被你的意志所改变。就像现实世界一样嘛，就是我们所有人做了这一个共梦嘛，所以现实世界很多东西都是非常真实的嘛，它不由个人意志去改变了。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还有共同的人和你一起去演一部戏，是因为你们有一个共同的，比如说某一段时期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课题，所以让剧本设计让你们两个人相识，然后去共同去修这样课题，然后这个课题不会因为你的个人的心情就会转变，因为有别人的参与，或者说就是我们这种叫什么共识啊，还是怎么样？就是共梦嘛。然后参与的人越多，就是个人他的意识影响他的占比就越小嘛。他如果是你个人创造的这种梦境啊，或者说一个特性，你想怎么变就怎么变，但它其实它的本质和我们这种多人的共梦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说它的参与人是不同，就类似于单机游戏和网络游戏嘛，它都是游戏了。我其实也在清醒梦的里面遇到过2类梦，一种就是像我们这种控梦的，就是说随心所欲的变化，不能说是完全说变出自己想要的吧，但是就是随着自己的心情，这个所有的梦境都会变，这个就是自己的一个创造出来的一个维度。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发觉梦里面有某些人，这些人虽然也不认识，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有一度我进去的时候，因为我学的那本书里面他说你可以去进到梦里去和你的 dream figure 去问你的人生问题，我其实是一开始这样的思路，但是每次我进去之后，我就发觉有一些 figure他就像看弱智一样看我，然后把我踢出梦里，就是我就没有办法控这个梦。对，就是他们可能他的精神力更强大，是在他们眼里的小蚂蚁。后来我就不用这个方法了，因为每次我用的时候，我要么就是太兴奋了，我就自己出去或者怎么样，就这个环境就不见了。要么就是我问了之后，这些人用很弱智的眼神看我，然后又把我踢出去了，就感觉是他们踢的我，而不是我自己要出去的。有可能吧，因为他们觉得你可能没意思，或者说你怎么混到这里边来了？是谁？所以我到现在也分不清楚自己做的梦和别人一起做的梦的区别，因为怎么说呢，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就是需要有一些这个现实的东西去印证嘛。就像我之前说的，我怎么样认为我出题，我首先要在我的这个世界当中去看到一些我本来在我的高度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因此我能验证说我在我的这个三维世界里出题了。然后再去印证，其他维度的就很难去印证嘛。其实我也有这种想法，就是刚开始出题的时候就想到这个3.5维的这种就是现实界跟临界的一个交界处去找这种印证嘛，因为就是我们希望在现实中找到证据的话，它就更可靠嘛，它就可以做实验了嘛。但是
我后面才了解到，就是你想要做到这种程度，其实他对个人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就像你说的，你到隔壁房间去枕头下去放一个文字，然后你想去看它，这个其实你想到那个房间去其实挺容易的，但是你想要去看一个具体的文字，或者说一个小的东西，其实是挺难的，就是很难做到的。他可能对个人的这种修为的这种水平有要求吧。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这种灵体，因为它是没有经过那种修炼或者说专业的培训啊，或者说是筑基啊，所以它就没有那种这种可以完成一些具体的一些现实。对，这个看字是特别精细的，因为就那么小的字嘛，而且你想能够稳定的连接在三维世界，稳定的看到这个字，这个字不会变化。因为我发觉一个我辨别这个清醒梦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我看第一眼这个东西，然后我再回过头，我再去看第二眼的时候，这个东西不变，那我就知道我不是在梦里。这个其实我的梦境还是非常不稳定的，就是如果在梦里我能看到第二眼的东西，我就会相信它是真的。但其实很多梦里的东西我看不上第二眼，它就会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变换的特别快，是吧？就是说它特别不稳定。其实就是说，比如说我在梦里出现一个沙发，然后我要确定我现在是不是在做梦，我就会转过头去，然后再看第二眼沙发。这个沙发要么就变成别的了，要么就是反正就是不会还是原来我看到那个样子，这样我才确定我是在梦里。就是我是这样的方法。你的方法就是看它的变化。第二次我能不能看到对同样的东西在那里不动？所以你说的确实就是倒是启发了我，确实这个看一个文字包括那么小，因为我在梦里面也看，比如说包括催眠里面看到的，比如说图画呀或者是文字啊，都是类似于天书的那种，就有点像现在 ChatGPT 说一开始这个中文写不好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明明知道它是中文，但是就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对，就是我有时候也会看到这种文字，就是我甚至把这种文字就是记录到我的脑子里边，然后我醒过来之后去把它给写下来，或者说画出来，它就是没有实际的含义，它就是一堆乱码。对，包括之前最近一次那个前世催眠的时候，我是看到就是我在天上飞的时候，手这个袍子就是长袖的这袍子里有一个卷轴，我打开来之后，它其实是用一些墨笔画的一幅画，但是我想看它画出什么，但是我就是看不出来，这个就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包括就是看的时间长了，它会变化，它就是不固定的。就是你看的东西变化的还是挺多的。其实我的那种出体一般看到的东西，他们都不太怎么变，或者说变得很少，或者说就是要我主动的去想让它变，它才会变。所以我就认为我这个才是梦嘛，就是没有连接到什么。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看到像你说的那种特别实的，甚至超出我们肉眼看到的这种五彩缤纷的世界，有点像这个，有某些人打坐看到这种，就是比现实更五彩斑斓，就是它的，类似于那种，AI 生成的图片，但是比那个更真实。
但是色彩和层次就像它那样子，但是比那个更真实的一些图片画面，然后我可以在里面走，然后我摸到这个，比如说这个台面是大理石做的，我就能看到它很细的这种很五彩斑斓的这种纹路，就是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比我现在睁着眼睛戴眼镜还清楚。然后有一次我看到就是到一个画面里面，这个时候我发觉一般我看到这种特别清晰的场面的时候，都是在我入睡之前，就是在我半醒到入睡之前之间出现的这种画面，包括我进去之后，它的这种颜色就非常好。对，就是浅睡眠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出体，然后我们出体到的世界，它一般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色彩会比我们现实看到的色彩更加的艳丽，更加的有层次感。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多出体者的一个共识了，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不是用眼睛去看的，其实是用的是类似于灵体的眼睛，相当于是用灵视。肉眼它其实它的解析度啊，或者它的这种清晰度啊都没有那么高。我家小朋友回来了。就是出体的时候，我们五官都不是我们现实中的五官，它是灵体的五官，它就类似于有神通的感觉。Yes。原来是这个样子。而且我记得有一次，这个画面非常不一样，就是也是满天大雪，然后这个房子上面盖着雪树，就是整个世界是白的，就和我们现实的这种下雪的场面是一样的，但是它的白就是特别，它的那个层次就特别分明。然后我走进去摸这个雪，然后我发觉这个雪就像就是毛发一样，它的质感就像那个毛皮一样，它不是像那个雪一样。然后当时我会心一笑，但是我醒来之后，我发觉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心一笑。你觉得它的手感很好啊？就是对啊，就是它的雪为什么是像就是那种动物的皮毛一样，这和我们世间理解的雪完全不一样。它那个雪像长在那个地上，或者说那个房屋上面一样。可能是我们在梦里面的那种触感，它不是我们现实中的这种触感。他摸到的东西，它带给我们的感受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在现实中是我们真实的手这些神经元去感受的嘛。其实现实中我也有过，最近一次也有过感受过这种就类似于无感通的那种，就是我当时就是正好买了一串那个108颗的念珠，然后我就坐在外面想去玩一下，就是我就稍微摸着，然后就去冥想了几分钟，然后之后我在起身的时候，我就发觉整个世界的各种声音、各种味道，然后包括视觉就更像那个我做清醒梦里面的这种，就五彩斑斓，就是层次特别清楚，就像在看电影，但是你又在电影里面，就各种细节都是更清楚，然后各种味道，这种烧烤的味儿啊、风啊，包括各种声音，这种飞机的声音啊、盘旋的声音，我就分得特别清楚，就整个的五感就比以前要就是平时要强很多。然后我就在这样的境界，我就不想走，就哪怕我就只是在人群中走路，我都觉得啊，这个世界真的是太美好了。后来我去上了个厕所，再回来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状态了。我觉得当时还挺神奇的。对，这种感觉就是会让人非常的沉迷，会让人觉得太美了，太享受了。
就是对，就是什么都不干，你只要是在外面，你就观察着各种风声，就是五感，就是光是这个五感就能很让人沉醉。什么你说什么世间现在的 VR 游戏啊，沉浸式体验啊，或者是到哪里去看什么，都没有这种自然的这种超强的五感更有魅力。所以就为什么他们说这些修行的人有的时候会沉迷于这种感官上面的东西。对，这种感受就是给人的那种震撼，还有给人的那种享受是无与伦比的东西，有点像是那些嗑药之后产生的幻觉。对，因为我也吸过大麻嘛，但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大麻的副作用，我觉得要远远的高于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这个状态。而且其实我第一次有这种体验的时候，哎，这能说吧？这不是在国内啊。就是有点类似于过量，就是我的身体就不知控制了，就是我的神其实已经在游了。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那种空间感是错乱的，就是我明明睁着眼睛，但是我已经不知道我的眼睛在哪儿了。然后我明明我应该身体在这儿，但是我又觉得我在千里之外，就是我的神已经在半出半进的这种感觉。当时我就是吃完，我吃的是一个 cookie， 然后里面有一个就是那些量，就按道理正常是可以的，但是我因为我是对药物比较过敏的，包括我打麻药都是要最低量的，包括喝酒我一下子就会醉，所以我对这种东西很敏感。然后他给了我一个正常人的量，但是我其实是对我来说是过量的。我当时就睡着了，睡着了之后就起来醒了第一瞬间，这个电视就开始斜了，就是你知道那个电视的屏幕就是正方形的，然后它就开始扭曲，就开始斜，然后我就起来之后我就发觉我的人就是整个不是在飘，就是我的身体在这儿，但是我的整个神就是感觉没有空间感，就是很错乱，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然后一会儿我的视觉又在我的脚底下，一会儿我的视觉又不知道飞到哪儿去。然后当时我就是想着，我醒了之后我想去刷个牙，然后再继续睡，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因为我刷牙要去上楼梯，我上楼梯的时候花了我不知道有多久，但我感觉至少有20分钟。而且我的当时就是刷牙的时候，就是我都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我到底最后刷没刷牙，就是因为我就觉得我在走，一会儿我就觉得我的念想在走，我在奋力的往上走。到时间了，我重开一下哈。好。每次其实，尤其是当我就是后面身体已经一度出问题了之后，我会发觉我每看一个八字，我的气血就马上不足了，就很明显。如果我这个时候再不去休息，我就会直接生病，发低烧这种。然后我就会发觉，我每天做的事情，我都要去精打细算的去算我的能量。我看一个视频，它会耗我的能量。我有的时候生病到，完全没能量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没办法看什么电视啊、视频都没有的，这些都是很耗能量的。其实健康的时候人不知道，甚至躺着的时候都会很累，你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去休息。就这种情况下，我才知道我们每天做的各种无用功的事情是多么耗神。包括这个是自我意识到。后来之后有一个师兄就跟我说，你现在不光不光是看八字的时候耗神，你现在去比如说去和人家聊天，有人比如说像我这个人比较爱管闲事，就比较喜欢教育别人，就是很多朋友会跑过来，然后说和我一聊天之后，他们就通透了，然后他们再回去过自己的生活。有的人跟我说，我是他的开塞露，
就是堵了以后就一到这儿一下就通了，知道吗？然后他说你现在这样子去耗费自己的元神去帮助别人，但是你自己的心力是不够的，我的神是外散的，所以我才会有这种各种的亚健康。然后他说就是说让我多关注自己，有些人就是以往我会比如说他劝不动，我会再花点时间去劝一下，但是现在我不会再做这个事情了，因为我能用更短的时间去看清他到底会不会因为我的帮助而开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也没有这个心力，我要把我的神全都锁在我的身体里，包括家里面人，以往就是因为家里人是跑不掉的嘛，你可能住在一起之后，你就要每天都要受到干扰，但现在的话我就不会了，我不会说，我甚至不会就我不会有反应了，就是完全的把这些干扰，就是只有必要的，比如说他可能说个10分钟20分钟，然后我帮他总结一句，这个样子。以前的话就是和他会有这种无实，就是没有效果的这种交流，就每天周而复始的这种，就我也感觉到很心力憔悴，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现在我觉得当我们改变了之后，对方是能适应我们的，就是我们一直以为说我们应该更迁就对方，尤其是亚洲女性，就亚洲女性是天生的这种环境，就是说不会说 no， 然后什么东西都是先考虑别人，先丈夫孩子总是第一位的。但是当你真的改变了，你那些杂七杂八事不去看不去听，然后真正只是点一下的时候，他们是能够适应的。是的，这个我认同。我觉得确实他人会适应我们的行为模式，或者说我们的这种反应模式，其实其他人会适应的。就如果你是一个很强势的人，对方也会慢慢他的势头会弱下来。那如果你表现得非常弱势的话，那其实对方有的时候他会额外的就是变得强一些吧。因为我也发现人其实一直在互补当中。因为我有的时候上课的时候觉得有些学生实在是太没有能量了，然后就显得我特别的暴躁，就是张牙舞爪的这一节课很累很累。但如果说遇到一个很活泼的很喜欢展示自我的孩子，那我觉得其实我就轻松很多，我不需要一直去调动他，一直去给他打气，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成立的。老师就更不用说了，老师肯定都喜欢说爱回答问题啊，爱和你互动的，对吧？对，对，然后一下就知道他学好了没好，学没学好。那有些就闷声不响的闷瓜蛋，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心里想什么。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的智慧还是在提升当中的，就是你确实是提升了，你现在懂得去变得更精炼一些了，知道之前的那些拉扯其实是消耗你的，而且也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对，而且就是我现在一直和一个道家的师兄在交流，他基本上是言传身教，就是我在那些放垃圾的东西，他就不回我。就是我觉得不错。他只和我交，比如说他现在在调理我的身体，他就只和我说和我的这个养生有关的话题，他其他一概的都不回应。然后我就知道了，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知道我是在倒垃圾，因为我的垃圾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更高能量的人很容易接受垃圾，那我周围都是能量比我低的人，他们就会向我倒垃圾，然后我遇到一个能量比我高的人，我就向他倒垃圾，然后我就看到他接受垃圾的时候是什么反应，然后我就学他的这个反应。是的，就是所谓的这种神性的漠然嘛，就是当你的智慧越来越高的时候，你可能不会去跟所有的东西去互动去拉扯，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心里的微微一笑，会心一笑，你可能这个事在你这儿就过去了，就是甚至最后达到说别人可能去误解你指责你，你都可能也只是心里面的微微一笑，不再跟别人去辩论去拉扯呀，因为你自身你已经有足够的认知或者说信念感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如果真的遇到有因为这种事情而指责你的人，说明他不明白你的价值所在。就这种人就更不应该和他交往。对对，就是佛学说的这个八风吹不动，我觉得真的还是挺有道理的。就是我们可能最终的目的吧，或者说我们的人生境界，就是要达到一种类似于八风吹不动的感觉。因为可能从一个自我的角度来看，这个八风吹不动的状态对自身是最好的，因为你的状态，你的心灵的这种感受是最舒服的。其实就是要更在意外界的一些干扰，包括自我的选择。像比如说我来到加拿大之后，我是觉得我更被净化了，就这里一个是人少，还有一个就是这种自然环境特别好，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特别单纯。对，像就很多这种国内朋友的一些话，就是有一些词我已经不会用了，就我不会用这么负面的词去说话。对对。但是我会看到很多人，其实不自知的用一些非常负面的话在，甚至他们不觉得是负面的，就是每日的这种聊天。是的。就是你已经比较不喜欢那种很负面的词脱口而出的感觉，对吧？对，因为这些都是能量啊。是的，是的。是的。尼奥来了，有什么？尼奥你好，你好。尼奥在这偷听一会儿，了解一下你。是吧？是吧？上次没有机会，和尼奥那个聊一会儿什么的。对，我刚才就看到他进来了，我后来想让他就是听一会儿咱俩聊天的感觉嘛，然后让他在那个跟我们打招呼。你们好。你好，你好。可以听清吗？我今天用的耳机。稍微有点模糊，好像声音。对，声音有点杂。好吧。对，这个是我们可爱的 Jenny 姐姐，一个高能量嘉宾。之前有看你们俩做的节目。我们之前都是在聊八卦，聊了半天，结果就是有用的事情没有说。咱们这个节目就是聊八卦呀。但是明显是这个叫什么 review， 就是流量，就是还是话题吧，就是观众其实还是喜欢看那个灵性的东西。对，所以就是那时候那一期我聊完就发觉，哎呀，真正就是想给这个粉丝观众你们频道的人讲的其实没有多少，光就是因为我第一次的时候就是Ken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聊，我之前微信都没有加，我就只是发了个 email 让他说好，那就来聊，结果就是先混熟一点，先混熟了那一期就主要是。对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词儿特别对，就是肯定要有一个混熟的过程。就我和Neo一开始也不熟嘛，但是我们聊得多了嘛，就像好朋友一样嘛，定期的聚会，大家就是畅所欲言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肯定是必须的。所以第一期什么的那些你就不要在意了，太正常了。这个我们一直都是聊得很散的啊，从来不专注，不光你这样。但我觉得你就很专注啊。我把我八卦的一面给隐藏起来了。我觉得学音乐的、搞音乐的人应该有很多八卦。对，我都是平时跟同事聊八卦，我都聊够了。好吧。那到我这儿就没有什么八卦可以听了。对，我在这个节目里，我就想尽量把这个层次给它顶得高一点，然后自己也觉得挺累的。其实很多时候就觉得自己在说些什么呀，就这种感觉。就感觉要端着一点是吧？对对，就觉得，哎呀，就是我得把我最美好的一面给展示出来，然后就有的时候心里也觉得，哎呀，装不住了，有点。我觉得就是还是做最真实的自己吧。好，我尽量。其实我也感觉出来的，其实你以为观众没有感觉出来吗？对，就是要有那种，哎呀，心灵导师的感觉，你知道，娓娓道来，然后就觉得，哎呀，好吧。
就是做老师的本职本责。节目因为我还认真的。哎，Neil 的声音好小呀！你是戴耳机吗？对对，我这个耳机收音可能不太好。好，那你就稍微的贴近一点就可以了。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